一文刊破赵丽颖维权事件始末律师，即便只是转发造谣内容，同样要承担侵权责任。大碗新闻讯最近，北京兴权律师事务所发文称，由北京兴权律师事务所代理的赵丽颖女士名誉维权系列案件，被告王某某、孙某某通过涉案网络账号向赵丽颖女士公开致歉。事实上，赵丽颖的网络名誉维权行动至少从2020年就已开始。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。6月30日，安徽岳川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包梦黄告诉大碗新闻记者，名誉权遭侵害时，停止侵害、删除信息、赔礼道歉等请求权永久有效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便只是转发造谣内容，同样要承担侵权责任。包梦黄向记者介绍，名誉权遭受侵害时，应当及时录屏、截图并作证据公证，固定侵权内容。事件复盘，赵丽颖的维权之路至少走了6年。连日来，2起赵丽颖名誉维权案接连迎来关键进展。6月24日，被告王某某在微博账号福某尼公开发布致歉信，承认2018年至2019年间发布侮辱、诽谤性质博文，法院判令置顶致歉不少于90日，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成本。6月25日，豆瓣用户孙某某也同步发布致歉声明，当庭致歉并履行赔偿。2起案件的密集结案，再次将赵丽颖持续数年的网络名誉维权战拉回公众视野。回看整条时间线，赵丽颖的维权行动至少从2020年就已启动。据公开资料，2020年2月28日，赵丽颖诉高某、杨某、梁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系列案件一审胜诉。被告在2018年至2019年间持续发布针对赵丽颖的侮辱、诽谤性微博，法院判令高某、杨某在人民法院报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成本。被告梁某因未成年且家境困难，其主动致歉后，赵丽颖免除其经济赔偿，以非判决方式结案。2022年12月，被告李某在人民法院报刊登致歉声明，承认发布侮辱性且纯属造谣的不实言论，对赵丽颖名誉权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。2023年9月，秦某某案因判决生效后拒不履行，赵丽颖申请强制执行，秦某某被判赔偿2.8万元，并在微博置顶致歉。2024年节奏明显加快。8月，陈某某因网络侵权被强制执行3万元。12月10日，法院同时刊登刘某某、冯某2人的致歉声明。同年11月，赵丽颖工作室宣布已完成阶段性取证，正陆续向平台申请披露侵权用户实名信息。2025年，维权战线进一步延伸。6月，B 站用户王某某因发布侮辱、诽谤性质视频被判赔偿8万元，并登报致歉，成为明星在 B 站维权的标志性案例。从2020年至今，赵丽颖已推动多起网络侵权案件公开致歉及赔偿。涉事平台涵盖微博、B 站、豆瓣，判决方式包括登报道歉、微博置顶致歉、强制执行等。律师解读：名誉权遭侵害时，停止侵害、赔礼道歉等请求权永久有效。6月30日，谈及赵丽颖维权一事，安徽岳川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包梦黄告诉大碗新闻记者，恶意丑化修图、捏造不实信息，同时侵犯肖像权与名誉权，需承担的法律后果，轻则停止侵害、公开道歉、赔偿公证费、律师费及精神损失；多次网暴、大范围传播可被公安治安处罚。如果谣言浏览量达5000次以上，或转发达500次以上，或造成严重精神伤害的，还涉诽谤罪，最高可判3年有期徒刑。包梦黄指出，需要注意的是，
即便只是转发造谣内容，同样要承担侵权责任。双引号，如果普通人的名誉权遭受侵害，该如何维权呢？包梦黄向记者介绍，名誉权遭受侵害时，应当及时录屏、截图并做证据公证，固定侵权内容。固定证据后，第一时间向平台投诉，要求下架内容，并调取对方实名信息，委托律师发函协商，要求致歉赔偿。如果协商不成，可委托律师起诉维权。情节恶劣，可以选择报警，追究造谣者的行政、刑事责任。对于明星等公众人物而言，可以容忍正常作品评价，但恶意丑化、捏造私生活谣言不在容忍范围内。法律对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的人格权平等保护。网络并非法外之的观点对立不能突破法律底线。包梦黄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995条的规定，受害人的停止侵害、排除妨碍、消除危险、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请求权，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。但对于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等金钱赔偿，则要适用法律关于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，即从知晓被侵权之日起3年内主张。总而言之，哪怕过去很多年，只要侵权内容仍在网上，永远可以起诉要求删除、道歉。包梦黄说，记者手记，案件伤人者，终将以某种方式偿还。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赵丽颖与梁某某名誉权纠纷开庭信息，案件将于2026年7月8日开庭审理。显然，赵丽颖的维权之路未完待续。从2018年名誉权受到侵害到2026年黑粉致歉，时间并未冲淡法律的责任追究。延迟的致歉虽无法抹去受害者曾遭受的精神伤害，却以更具说服力的方式宣告了一个朴素的法律常识：侵权行为没有保质期，法律的追责没有过期一说。从早期的微博侮辱诽谤，到后来的 B 站辱骂视频、豆瓣不当言论，侵权形势不断翻新，平台场景持续迁移。但无论黑粉换上什么马甲，躲在哪个角落，法院的判决书和人民法院报上的致歉声明，最终都精准地找到了他们。技术可以隐匿身份，平台可以转移阵地，但法律锁定的责任主体始终无法逃脱，这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的真正含义。更值得关注的是赵丽颖维权的态度。面对秦某某判决后拒不履行，她申请强制执行；面对梁某未成年且家境困难，她选择免除赔偿，以非判决方式结案。既有依法追责到底的决心，也有司法温度下的善意取舍。这种理性、坚定的维权姿态，为公众人物应对网络侵权提供了范本。网络名誉权保护绝非明星专属，普通人在遭遇网络诽谤、人肉搜索时，同样有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人格权编提起诉讼，申请平台披露侵权人实名信息，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。赵丽颖一事证明了法律武器并非摆设，只要敢于拿起，法律就有能力给出回响。让每一个案件伤人者都清楚，所有的恶意终将以某种方式偿还。